就在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的当口，黄循财总理紧急致电文莱苏丹，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开斋节问候吗？绝对不是，这是新加坡4G 领导班子在为我们这个小红点未来50年的能源保命提前落子。如果马六甲海峡的油轮停开1个星期，玉郎岛的灯火还能亮多久？今天我们就来硬核解密，新闻两国这通看似寻常的电话背后，究竟藏着哪5项能彻底改写新加坡地缘政治话语权的未来科技？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会发现，政治从来不是打嘴炮，而是最硬核的科技博弈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抱紧中东土豪的大腿，反而要找体量这么小的文莱合作呢？翻开世界银行的数据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常的数字。目前，文莱仅仅占了新加坡石油进口总量的 1.5%。这么微小的一个数字，值得我们的总理亲自出马去谈吗？其实，这正是新加坡式政治对冲的精明之处。大家回想一下，疫情期间，全世界都在抢口罩、抢疫苗的时候，新闻两国是怎么互帮互助的？这种深度的政治互信是用钱买不到的。我们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太重了，一旦那边真的爆发全面冲突，或者未来的大国博弈中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，切断航线，那新加坡的经济直接就会停摆。文莱作为政局极其稳定，而且和我们有深度互信的东盟好兄弟，简直就是新加坡实施能源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完美后备基地。我们看中的根本不是现在那 1.5% 的石油，而是未来50年不用看别人脸色的底气。那么要实现这种能源独立，光靠嘴上谈感情肯定不行。2022年两国签署的能源备忘录里，其实早就埋下了5项核心技术的伏笔。这5项技术不仅能保住我们的电网不断电，甚至还能让新加坡在未来的亚洲格局里赚得盆满钵满。到底是什么神仙技术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们要聊的第1项和第2项技术，简直就是把文莱变成新加坡的超级充电宝。大家知道，新加坡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，氢能是目前看来的唯一解。但是现实很骨感，我们本地连给 HDB 组屋顶铺满太阳能板的地方都不够，拿什么去大规模制备滤氢？这时候文莱的优势就彻底凸显出来了。文莱拥有广袤的海岸线，有极其丰富的天然气和土地资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后石油时代的经济转型焦虑，传统油气总有一天会挖完，他们急需寻找下一个100年的新经济增长点。于是，新加坡带着雄厚的资本和顶尖的技术入局了，帮文莱一起造滤氢。这就好比我们出钱出技术，借文莱的宝地建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电池厂。你出地，我出钱，最后产出的清洁能源优先供应新加坡。但是制出氢气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要命的难题在后面。氢气这东西脾气特别大，极易爆炸。传统的运输方式要么需要高压气罐，要么需要零下200多度的极低温度把它液化。这种传统海运的成本高到天上去了，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的可能。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2项核心技术——液态有机氢载体，也就是业界常说的 LOHC 技术。这绝对是一项能改变全球能源游戏规则的黑科技。简单来说，这项技术能像海绵吸水一样，通过化学反应把危险的氢气牢牢地锁定在一种特殊的油状液体里。这样一来，氢气就可以像普通石油一样，在常温常压下绝对安全地装进巨型油轮，一路平平安安地穿过南中国海，运回我们的大石港口。到了新加坡之后，再通过反向的化学反应把氢气释放出来，直接送进发电厂发电。这项技术不仅彻底解决了氢能长途运输的安全隐患和成本痛点，更绝的是，它让新加坡现有的世界级炼油设施、储油罐和港口码头不需要推倒重来，直接就能无缝切换成未来的亚洲氢能枢纽。你想想，我们玉郎岛上那些庞大的石化基础设施，如果到了新能源时代全部报废，那将是多大的损失？但有了 LOHC 技术，原来的储油罐直接拿来装这种液态氢载体，原来的油轮直接拿来运氢。这哪里只是简单的科技突破，这根本就是保住新加坡作为全球能源贸易中心的一张王牌。以后不管世界怎么变，只要能源还在流通，不管是黑色的石油还是绿色的氢能，大家就还得来新加坡做生意，还得依赖我们的港口和金融结算系统。不过解决了能源进口的开源问题，我们自己家里的工业排放又该怎么处理呢？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3和第4项技术了，碳捕集与封存，也就是 CCUS， 以及碳排放市场交易。你知道新加坡收取的碳税未来会涨到多少吗？答案是每吨50到80新元。这对很多传统企业来说绝对是割肉啊。我们都知道，玉郎岛的石化产业贡献了新加坡大量的 GDP， 养活了无数个本地家庭。
但同时它也排放了全国将近一半的温室气体。现在全球都在挥舞碳关税的大棒，比如欧盟马上就要全面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。如果玉郎岛不赶紧脱碳，我们的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会面临极其高昂的关税，甚至会被直接淘汰，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是新加坡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填海造陆连建房子都不够，就算我们花大价钱把工厂里的二氧化碳都抓起来，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。这时候新加坡政府硬核的跨国操作又来了。文莱作为老牌产油国，不是有很多即将枯竭甚至已经废弃的海上油气井吗？这些在地质上极其稳定的空洞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天然碳垃圾桶啊！通过前沿的 CCUS 技术，我们把玉郎岛工厂烟囱里排出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，经过高压压缩成液态，然后用专门的二氧化碳运输船运到文莱，最后深深地注入并封存到海底的废弃油井里。这不仅完美解决了新加坡的工业排放痛点，保住了玉郎岛10万工人的饭碗，还帮文莱盘活了那些一文不值的废弃资产，甚至还能让他们收一笔不菲的封存费。这就是极其高明且极其务实的双赢算盘。更厉害的还在后面，也就是我们的第4项技术布局——碳排放市场。结合2022年签署的备忘录，你会发现新加坡的野心绝不仅仅停留在物理上，处理掉这些碳，我们还要在金融市场上把它吃干榨尽。通过建立新加坡气候影响力交易所 CIX， 我们要把这些跨国减碳项目、碳封存项目转化为真金白银的碳信用额度，然后向全世界的企业进行交易。在未来的绿色经济时代，谁掌握了碳定价权，谁就掌握了整个亚洲的金融话语权。我们不仅要让自己变得干净，还要做全亚洲碳交易的超级中间商，在买卖之间赚取丰厚的利润。这种左手搞硬核环保，保住实体工业，右手搞金融创新，收割全球资本的玩法，是不是非常符合我们新加坡一贯的务实作风？但这依然不是全部。为了确保国家的长期生存万无一失，新加坡还留了最后一张，也是最震撼的一张底牌。这就来到了我们要拆解的第5项技术——跨境太阳能电网与基于 AI 大数据的供应链韧性网络。大家可以在弹幕里猜猜看，未来10年，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完全淘汰天然气发电？黄循财总理在这次与文莱苏丹的通话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词，那就是提升供应链韧性。在普通人看来，供应链韧性可能只是超市里多囤点米面粮油，或者多建几个冷库那么简单。但在国家战略的能源层面，新加坡正在疯狂推动一个极其宏大的计划，那就是东盟电网。虽然新闻两国之间隔着广阔的南中国海，但是科技的进步正在抹平这种地理上的距离。通过铺设超长距离的高压直流海底电缆，文莱甚至其他东盟国家充足的太阳能和风能电力，未来可以直接跨越几百公里的海洋，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，点亮我们家里的祖屋，驱动大势港口的起重机。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深远的地缘政治逻辑。单纯的买卖关系是脆弱的，只有物理上的硬连接才是最可靠的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正在大力投资构建一个基于 AI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韧性预测网络。这个超级大脑可以实时监控全球关键物资的流向，预测哪里会发生断供，并自动调配区域内的资源。当新加坡的智能电网、碳交易市场、氢能港口设施与文莱、老挝、印尼甚至整个东盟的切身利益深度物理绑定在一起的时候，量变就引起了质变。到了那一天，新加坡就不再是一个孤立无援、容易被切断补给的脆弱小岛了。相反，我们将成为整个东南亚区域经济和能源运转不可或缺的核心 CPU。你们国家的电要从我的电网过，你们企业的碳要在我这里交易结算，你们生产的氯氢要靠我的深水港口进行全球中转。通过这种技术上和基础设施上的绝对不可替代性，新加坡把周围所有国家的利益死死地绑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。这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国防护城河。任何外部势力想要动新加坡之前，就得先掂量掂量会不会拉着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一起陪葬。这种用硬核科技和跨国商业利益交织出来的安全网，远比买多少架先进战斗机都更实在，也更管用。这就是小国生存的终极智慧。只有当你成为别人赖以生存的枢纽时，你才拥有了真正的安全。从一通看似寻常的开斋节电话，到背后布局深远的5大未来科技，新加坡的第4代政治精英们非常清楚，在这个地缘政治高度撕裂、中东战火不断的世界里，弱国无外交，眼泪和抗议根本换不来安全。
唯有把最前沿的科技变成我们的护城河，把潜在的能源危机转化为未来的金融与技术优势，才是我们这个小红点真正的生存之道。新闻合作仅仅是这场宏大棋局的第一步，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神级操作。请务必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新加坡的未来。我们下期视频继续为你硬核解码。